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小卫第7部剧场版《裂空的访问者》。影片一开始，伦多博士正带着自己的儿子小超在调查冰原上的神小卫，而此时一空从外太空飞来的陨石恰好坠落在了这里。在一片雾中，从宇宙而来的神小卫戴欧奇斯斯出来了。然而他还没有着陆多久，裂空座突然杀到，随即跟戴欧奇斯斯扭打了起来。这场战斗最终以裂空座的胜利而告终，戴欧奇斯斯则变成陨石。因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小超便再也不敢触碰神小卫了。画面一转，就来到了4年后，小智一行人来到了高科技城市拉普斯市。小智一来就要在对战塔和其他的训练家进行战斗，在这里小智巧遇了小超，并拉着他和自己组队参加了对战赛。而小智的对手就是刚刚在路上碰到了将太和阿农。在这场战斗中，因为小超不敢触碰神小卫，所以2对2的比赛实际上是2对1，因此小智理所当然的输了。在后来的相处中，小智得知小超惧怕神小卫的原因后，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番心理上的教育。然后经过了短暂时间的平静，戴欧奇斯来到了这座城市。戴欧奇斯一来，城市就陷入了瘫痪状态，他还召唤出了众多的分身，将城市里的居民纷纷抓走。而与此同时，裂空座也来到了这座城市。察觉到了这点后，戴欧奇斯当即就释放出了防护罩，裂空座就吃了个闭门羹，只能在门外嗷嗷的叫。面对戴欧奇斯的分身，主角他还是有惊无险的躲过了他们的追捕。只不过这其中有个小插曲，那就是将太为了保护小瑶被抓走了。后来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我们可以知道戴欧奇斯为什么要特意抓走人类和宝可梦，原来是因为他要找到自己变成陨石的同伴，而人类和宝可梦发出的电磁波会干扰到他。好吧，你瞧，这理由也是够人心的。既然知道原因了，那么解决方法自然也就有了，只要让变成陨石的戴欧奇斯复活，那不就行了？然后要复活它就需要巨大的能量，而此时实验室的电量根本就不够用，所以就必须要救出被戴欧奇斯抓住的人类，然后借助他们的力量人工发电。于是小智火就冲了出去，打算解救他们。然而这个时候戴欧奇斯却出现了。此时的戴欧奇斯还不知道小智一伙正是在帮他，所以还是出手攻击了他们。而另一边被困在外面的裂空座终于冲了进来，一场大战必不可免。虽然裂空座此时满腔怒火，但这次却吃瘪了，竟然一度被戴欧奇斯压制。敢阻碍我找到自己的同伴，谁也不能放过。另一边因为有了裂空座的间接帮忙，小智救出了被困的所有人，并开始了人工发电。在攒够了足够的电量后，另一只戴欧奇斯终于复活了。他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小智和小超闹啊闹，最后就来阻止自己的同伴殴打裂空座。此时心疼咱们老烈一表啊，但裂空座根本就不领情。作为天空的霸主，他依然要跟侵犯自己领地的家伙拼个你死我活，但一只弩打不赢，更别提2只了。所有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，2只戴欧奇斯一起冲了过来，保护着裂空座。此时老烈的小眼神明显就发生了转变，但现在已经晚了。神兽下线，小智现在就要收拾神兽留下的烂摊子。当初看着这种壮观的机器人吞没城市的景象，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澎湃的，和小智一样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然而其实应对的措施非常简单，只要将这个卡片放在这个最高级机器人面前，识别一下就行了。于是经过一番艰难险阻，当然这中间也出现了诸多意外，小智还是有惊无险的将卡片放在了他的眼前，整个城市的危机也就解除了。故事的最后，脱困出来的裂空座终于意识到了眼前的这2个宝可梦还挺好的，于是乖乖回家了。小超也克服了自己对神小卫的恐惧，征服了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。最后再总结一下这部剧场版的3大看点吧。首先就是将太这个忠犬了，第一次见面就对小瑶心生好感，之后更是舍身救他，只可惜小瑶已经名花有主了。第二就是裂空座大战2只戴欧奇斯了，这可以说是老烈的黑历史了。整部剧场版看下来，感觉老烈就是个恶人啊。最后就是古拉多不会飞，真的好可怜，因为小卡比兽竟然也会飞。biu。好，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次见。